台湾来讲，统会比较好吗？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对大陆来讲，无可置疑的就是要统，这样的情绪跟气氛就会出现碰撞跟擦枪走火，因为每一个人所想的是不一样，发表一些比较凶狠的、比较极致的言论，更容易得到大家的关注。这里不是 B 站，我们在讲的是我们在想的话，你如果我没办法接受，就试着去理解。随着大陆的朋友越来越能够翻墙，人数跟比例在增加，对台湾在看待的时候，基于自身国力的发展，在这样情绪跟气氛里面呢，就会经常性出现碰撞跟擦枪走火。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很想知道的一个事情是，就有部分大陆同学对于黄世修或者赖以任特别的激动。黄世修被喷，纯粹是因为他说话不好听，或者他讲话这个态度不好。就是比方说一句话有10种说法，他一定能找到最让人生气的那种说法。Andy 觉得主要是他的一些认知有，至少在大陆人观点上来说，认为他的一些认知是有问题的。和他们两个人不一样。黄世修反正我不得不承认啊，大部分说法其实是对的，只是他的说法很让人生气。Andy 的话呢，他说他在北京上大学，我不太清楚他在北京待了多久，反正我感觉他对于大陆的了解其实并不够。虽然他在大陆待，我举一个例子，之前阿炯说自己是中南海听床师的时候，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他说要找了解大陆的人呢，你应该找谁？找明居正。像上次他被骂是因为好像是讲抗战嘛，他非要去争共产党啊、国民党啊，谁没有抗战，或者谁处理多谁处理少。其实在大陆很少去争这件事情的，你大陆的教材上面两边的篇幅是一样，大陆人一般是正常的，特别偏激的人，我们正常人就是承认两边都有抗战，出的力呢各有不同。因为当时共产党他在敌后，他也的确势力更弱小，你说他消灭的日军少，那肯定是少的，他资源也少。游击战本身它的精髓就在于它是零敲碎打，它重要性不在于它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敌人有多少兵力或者多少资源被阻碍在了那里，这是游击战的精髓，不是他实际消灭了多少。你要说消灭日本军队，那才叫抗战，那肯定是国军多啊，这个大陆人也承认，没有人不承认，国军高级将领的也比共产党多，这都是事实。但是你不能因此说共产党不抗日，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就跟中医里面讲的君臣相辅，主要配药来辅佐啊，这种关系是一样的。你不能单纯的只说共产党在敌后贡献大，国民党没有做贡献，或者说国民党正面消灭多少人，国民党贡献大，共产党没有贡献，这都是不对的。特别他还国民党长期来讲的那个谎言，说什么共产党1分抗日7分发展，大陆人当然生气啊。我们没有否认你国民党抗日的贡献，你为什么要来否认共产党抗日的贡献呢？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我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都很给他面子，甚至没有跟他提国民党给日本人提供了多少伪军，据说有70万呢。虽然我也喷了他一些，但是还留了一些面子，我也没跟他讲啊。你说国民党在大陆干得好不好？你就看一个人，宋庆龄为什么要退党啊？你国民党在大陆干到宋庆龄都要退党了，你说你干得好，你谁信呢？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人反正是要分开讲。这个状态跟内核其实是不一样。土条呢偏向讲话太鸡巴，对任何人讲话都差不多啊，就是我们可以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不会用激烈的言辞互喷，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相处之间的一个默契。土条经常跟我意见不一样，所以我是无所谓。我有我的，我想从2个方面来谈一下。因为赖以任来的时候，其实我有过抖内就是发过个言，我说虽然我前一天晚上我说我那个抖内骂了他，然后我说但是感觉还是可以谈的，所以我说我要跟他打个招呼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大部分大陆网友的就正常的，当然是正常的，因为你也知道任何人任何地方总会有一些傻逼出现，更何况大陆有4亿人呢。就大家正常的想法是，不管是你比如说馆长他们是以前是完全台独对吧，现在是一下子翻红的，那比如说像蔡正元老师之前不是跟大陆的沈毅老有过那个意见分歧吗？大部分我们对于台湾的网友，不管你是蓝的也好，或者浅绿的也好，甚至是可能是白的或者普通的老百姓，他都是这个想法，就是说可以聊，我可能跟你是就是争水区的时候，我可能跟你的政见上或者说我们观点上有不同有不符，那我们可能会有争。那我也说了，有些东西是理不辩不明的，越辩其实越明，其实这个是个好事，这不是一个坏事。那为什么大家那么讨厌赖以任和黄世修呢？他们很喜欢一种有技巧的去辩论，就好像我记得很清楚，土条他之前有一个我非常讨厌他的事情，就是他在跟弹幕聊天的时候引用了一句习近平主席的一句话，但是他没有说是谁说的。那其实这个东西我是很讨厌的，就这种东西就是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巴里说出来，从不同的情境下从不同的观点下说出来，然后再加上前后
有的这些东西配合之后，它能达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他这个就是在用一个辩论的技巧去对网友，也就是对一些普通人去做一个所谓的就我们最讨厌民选这种制度下的一种降维打击吧。但这个不是说他的维度更高就更牛逼，只能说他的技巧更纯熟。Andy 黄世杰比较属于中华民国统一的蓝统派，你讲这个大陆没办法接受，大陆人以为说台湾统派好像都要像是黄秉忠，是对着中国无条件下跪的那一种。他们想象中的统派跟他们看到的台湾的实际上有的统派，就是他们想象他们有落差。这台湾的统派讲白蓝统是比较多的，真正的很红的红统反而才是比较少的。但他们就这个点，据说你是什么假统啊，你是什么华独啊，你是什么暗独啊，你是什么在默默帮助什么民进党同路人啊，什么侧翼啊。大陆的朋友也要理解，就是历史哥的频道，历史哥台湾人，历史哥请的来宾也是台湾人，然后历史哥讲的内容比较多是台湾时事，这里是一个主要以台湾议题为主的一个频道。那你在这里讨论两岸议题，就会陷入我刚刚说的台湾的统派就比较多是你不喜欢的统派，或者是台湾人在讲话讲出来的东西，就可能你比较不喜欢。那我觉得要就理解啦。所以这里毕竟不是 B 站啊，这里是 YT 啊，这我们在讲的是我们在想的话，你如果没办法接受，那你就试着去理解。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国该如何处理？对台湾人来讲，尤其几乎是现在大多数在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他都是在中华民国体制来到台湾，就独派的说法叫中华民国体制的一路啦。台湾重回中华民国啊，日本放弃台湾澎湖东北的主权，台湾回到了中华民国。但这个从回到中华民国，说中华民国这台湾出去的时候不是清朝吗？因为中华民国当时是继承中国这个主权嘛，所以他从清朝到中华民国，国家在国际上不管叫清朝 Republic China 中华民国，或者是 People's Republic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其实都在国际上都是 China 都是中国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在于说中华民国何去何从这件事情。对于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活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台湾，用现在的宪法增修条文的说法叫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现在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出现之后才出生的，少数出生在日本殖民时期啊，这里面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台湾来讲，他一定会有一个相当天然的中华民国认同，原因很简单，他从小到大活在中华民国这个政权中华民国体制的下面，那你活在这个体制下面，你反对这个体制，你不就本身就打自己的脸，那你存在是干嘛？那当然他如果是台独家庭出身的，他可能就像我们从小会理解到说台派啊，但是这就是一个关键，说对台湾来讲，那我认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互斥吗？这是一个问题。中华民国在台湾有什么功能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整体来说，中华民国的功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压制台独，虽然把中华民国台湾连在一起，看起来他要往华独路线走或者华台独路线走，但是因为中华民国台湾这个体制这个说法本身 bug 很多，虽然在不就其所以的情况下，你要叫中华民国，要叫台湾，要叫中华民国台湾，这样说法好像都可以。整体来说，这个它本身还是对台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可能最多叫到这里。那再往前推进一步呢，这就是进入一个两岸深水区嘛。那到底两岸未来是什么？对大陆来讲，无可置疑的就是要统；对台湾来讲，统会比较好吗？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呢？那独会战争，所以多数人反对台独，所以等，讲台独绝对不愿意，这叫做日子人的选。所以现在最欠缺的是，那接下来该怎么办？那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大陆的朋友越来越能够翻墙出来的人数跟比例在增加，然后呢，在对台湾在看待的时候，基于自身国力的现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非常的好，势头很好，照整个国家是往上走。虽然呢，还是有些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就业问题等等等等的，对大陆的朋友有些来讲，打啊，那么难，不听话。掉6成喜歌一样，杀了6成就乖啦，这是一种说法。这种既是留岛不留人嘛，我们保留打的手段，但希望你好好跟我谈啊。你如果好好谈的话，我让一点利给你。或者虽然我不让利，但至少让你舒服点，那口头上让你舒服点还行啊。对，但是千万别惹我，我有底气。再来呢，千万不能打，或者说打是万不得已的，基本上尽量以谈为主，想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氛围当中，我有力量，我的力量呢是把域外的力量摒除。为什么？因为从历史来看，台湾的失去是中国衰弱造成的。那现在中国强大了，台湾就没有失去的理由。摒除出去这些外部的力量之后，一定有好好谈的空间，而且大家可以相向而行，心灵契合啊，这个就比较偏向中南海的台湾的。可是我们这样过了那么久了，7、80年了，突然之间要来谈，但以前没有谈过啊，不知道啊，会不会生活变差，会不会危险啊，会不会怎么样啊？所以台湾人问号，哇，但谈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可是我跟中华民国，我从小到大就中华民国，我的爸爸也是中华民国，我的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也是中华民国，阿公也中华民国，要消灭中华民国吗？我情感上接受不了，在这样的一个情绪跟气氛里面，就会经常性出现碰撞跟擦枪走火，因为每一个人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发表一些比较凶狠的
比较极致的言论，更容易得到大家的关注，那大家也会倾向发表这种言论，而且躲在网络上自然而然发表起来的时候没有压力，所以他的讲话就会比较大声，这就是整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啊。那当然对千鸟来讲，看到这一堆乱局，那我最好让你们两岸相对支持两岸交流的、两岸一家亲的、两岸同胞论的人、两岸同属中华儿女的人，那最好你们都先闹起来，然后我挑拨你们是非常方便。